逍遥他真的可以随遇而安，超绝适应能力。如果做比喻的话，我觉得他像是我演的叫逍遥，他是一个在我看来很怂，但是又很勇敢。去人族历史明明可以逃走，为何还要回来？这里有我的朋友，很不着调，但是又很靠谱。若是走路，那就是路往哪走，我往哪去。但现在不一样，我有想要保护的人，有一些小邪恶，但是又很善良的女生。若我无能，遇佛烧香；若我有力，遇魔杀光。如果做比喻的话，我觉得它像是沙子，不仅不明艳，还可能脏脏的。然后就阴差阳错去到了弯腰谷，慢慢的好像沙子细了一些，在那里大家生活的也很好，那是妖界的天堂，世外桃源一样，也是在那儿认识了红叶。紧接着他一系列的任务也好，面临的一些副本也好，他就会一步一步的成长。在成长过程中，他有回到过自己的100年前。然后宁安呢是一个公主，本宫一直都是这副模样吗？她是一个像水晶一样晶莹剔透的很单纯的女孩子。她在那一世也跟红叶有一段很美的爱情，当然她后面也有自己的经历。再到后来她去到了万年前，她给我的感觉就是黄金啊，而且她的内心很充盈，她要承载的除了自己，还有前世的自己，前世的自己。逍遥既是人也是妖，她在这2个空间都生活过，也经历过，她就会作为一个中间的纽带。包括在秉烛和红叶针锋相对的时候，也是逍遥一直在中间去解决这个事情。我觉得跟宋轶的合作很有默契，他在处理这个角色的时候，偶尔会让我恍惚间会认为就是一切是真实发生的。他真的很逍遥，很鬼马机灵，反应非常的快。他的开心真的能让你开心，他的难过真的能让你难过，他的哭真的会让你心疼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好演员的魅力，你能感觉到他内心的冲动。跟他聊戏，甚至可以让自己多拓展一些思路和灵感。他也会让我的表演更加有信念感，也会让我有很多意料之外的一些反应跟一些情感的表达。3个人物，包括逍遥每个阶段的成长，他都是自己把握的很清晰的。而且所以说我希望你来刺激我，哪怕你逼我，我希望你能推我走到一个我自己都没有想象到的边界。这个是宋轶对 CP 的要求。当我用逍遥的眼睛去看到这一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些痛苦是人生避不开的，那我们从中经历它，又感到难受，最后又释然去放下。我觉得他在尽所能的去以自己微小的力量让这个世间平衡，不要让恶念长生，不要让大家为了一些欲望而忘掉自己本心。我觉得这是这个戏要讲的东西。